你竟然敢如此放肆地诋毁我姐姐，我看你简直是活腻味了！来人呐，立刻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乱棍打死！想打我，就凭你也配？哼，有本事你试试看，不过到时候可别怪本宫手下无情。话音刚落，只见徐雅涵轻轻挥了挥手，突然间不知从哪里冒出一群人来，他们迅速行动，将那两个刚才还嚣张跋扈、口出狂言的女子团团围住。你是宫里的娘娘？怎么可能？宫里的娘娘怎么会去外面吃路边摊？宫里的娘娘怎么就不能吃路边摊了？律法上有写吗？你管得着吗？你家住海边的吗？管得这么宽？就算你是宫里的娘娘又能怎样？我父亲可是堂堂丞相大人，我姐姐更是当今圣上的惠嫔娘娘。你今日若是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便立刻告知我姐姐，定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哟呵，惠嫔的妹妹好大的口气呀！只可惜你那姐姐此刻怕是自身难保，根本无暇顾及你这个妹妹了。你大概还不晓得吧？你的好姐姐因为惹怒了皇上，现在已经被皇上下令禁足1个月了。什么？姐姐被禁足了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勾引皇上，害得我姐姐被罚了。常言道，言多必失。难道你从未听闻过不成？惠嫔的妹妹也不过尔尔，简直是愚不可及。你敢骂我？哼，骂你怎么了？你还敢打我不成？你说你是娘娘，你究竟是哪一宫的？哼，告诉你，让你知道后好去告状来找本宫麻烦吗？慧兰不禁心中暗骂，好个狡猾的狐狸。哎呀，徐东家，咱们又碰面了，真是太巧了。邓禄普，原来你与他相识。还认识，他是怡红院的东家。那你在此处所为何事呢？哼，原来也不过如此嘛，一个从那种污秽不堪之地走出来的女人而已，有何可惧？我不过是随意出来闲逛一番罢了。只是出来闲逛吗？依我所见，事情怕是没那么简单吧。只是和这位许娘娘发生了点口角，起了争执罢了。你不是怡红院的东家吗？怎么就成了许娘娘？唉，前几日被皇上册封入宫，所以就变成许娘娘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老板，结账。一两银子。1两银子，本公子出了。说罢，他将1两银子扔给了小摊老板。在下登禄普，乃太守之子，不知姑娘尊姓大名啊？哼，那个狐狸精身旁的女人必定也不是什么好货色，只会用妖媚的手段勾引男人罢了。我乃未来的萧王妃。你是未来的萧王妃？邓禄普感觉自己的心仿佛瞬间破碎成无数片，每一片都带着无尽的痛苦和绝望。虎妹子！狐妹子骂谁呢？狐妹子骂你呢。哦，原来是狐妹子在骂我呀。一旁的徐雅涵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你竟敢辱骂我！骂你又怎样？明明就是你自讨苦吃，还能怪得了谁呢？我要撕烂你的嘴巴！你们这些没有眼色的家伙，为何要阻拦本小姐？难道不知道我的身份吗？本小姐的父亲可是当朝丞相，而我的姐姐更是宫中备受宠爱的惠嫔娘娘。那两个女人不过是从烟花之地出来的低贱之人罢了。你们最好仔细斟酌一下，得罪我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，是否能够承受得起这样的代价？这女子所言似乎也颇有几分道理啊。莲儿，给本小姐狠狠地掌掴他们，若有何事发生，自有我爹爹和我姐姐替我撑腰。二小姐息怒，奴婢遵命。由于侍卫的疏忽大意，莲儿瞅准时机，迈步向前，扬起手便欲朝柳如媚脸上扇去。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徐雅涵猛地飞起一脚，如同疾风骤雨般踹向莲儿。哼，竟敢在我面前动手打人，尤其还是针对我的好姐妹，你简直是无法无天！好一个两面三刀的女人，方才还是一副娇柔可人的模样，转眼间却成为这般恶毒心肠的悍妇。幸而我并未听从父亲之言，将她迎娶进门，否则真要是把这样的女子迎进家门，恐怕我日后的生活也将苦不堪言呐。而此时萧一刚从皇宫出来，正四处找寻柳如妹的身影，忽闻有人竟敢当众羞辱他的女主子。好啊，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片子，竟敢辱骂我们未来的王妃，简直就是活得不耐烦了嘛！你这个大胆狂徒，难道不知道本小姐是何许人也吗？告诉你，本小姐乃是堂堂丞相之女，惠嫔娘娘的嫡亲妹妹。识相的话，就快快将你那破剑从本小姐面前拿走，否则休怪本小姐让我爹爹取了你的性命。丞相的女儿？怎么样，害怕了吧？既然如此，还不快快把你的剑给本小姐移开！竟敢侮辱我们未来王妃，我看你这张嘴真是不想再要了。你敢！然而萧一并没有与他多费口舌，二话不说便直接动起手来，迅速割掉了慧兰的舌头。你看我敢不敢？上次有个人也像你这样辱骂我们未来王妃，结果他的舌头就被我们王爷给硬生生拔掉了。你这位王爷的侍卫可真够袒护自家主子的呀。是啊，萧王府上下向来如此，一旦涉及到自家人，那绝对是毫不退让，极力维护。徐雅涵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心中暗自感叹，相比之下，他自己身边的那些所谓护卫实在是让人失望至极。瞧瞧你们，口口声声说是来保护本宫的，可结果呢？遇到事情还要本宫亲自动手。柳姑娘，大事不好了！王爷他身负重伤，您赶紧跟我回宫里去瞧瞧吧。什么？你们王爷竟然受伤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伤得严不严重？柳如妹闻言心急如焚，连珠炮似的抛出了3个问题。王爷他流血了。什么？流血了？哪里流血了？快告诉我呀！这个嘛，等您进了宫，自然就会知晓一切了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必须立刻赶回宫中查看情况。雅涵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萧清然突然受了伤，我也得赶紧回宫探望一番。今天恐怕不能一起逛街了。萧王爷的伤势确实至关重要，我也随你一同返回王宫吧，毕竟我本来也是要回宫的呢。好。柳如妹心急如焚地赶回皇宫，脚步匆匆，仿佛一刻也不能耽搁。她心中挂念着萧清然，径直朝着弘宁殿奔去。弘宁殿乃是太后特意留给萧清然的住所，而柳如妹也居住在此。萧清然，你没事吧？究竟何处受伤了？让我瞧瞧。王爷啊，您用苦肉计欺骗柳姑娘，可要自行保重啊。妹儿，就是这里受伤了。此处吗？待我仔细查看一番。柳如妹从萧一口中得知萧清然身上有伤，且血流不止，误以为是伤在胸口，焦急万分。你竟然没有受伤，你竟然敢骗我！小姨说你受伤流血，可现在血呢？到底在哪儿呢？萧清然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。血在这儿呢。小姨明明告诉我你受了很严重的伤，却把这个叫做重伤。你们两个是不是故意拿我寻开心啊？难道你们觉得这样戏弄我很好玩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当我听说你流血受伤的时候，有多恐惧，多担忧？你到底懂不懂啊？说到最后，柳如妹的情绪终于失控了，泪水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涌出眼眶。妹儿，你别哭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使用苦肉之计，令你担心。眼见柳如妹落泪，萧清然心如刀绞，疼惜不已。妹儿，
我真的受伤了，我心疼。雅涵是我娘家之人，我来此地遇到一个亲人多难得。是，都是我的过错，我保证绝无下次。我们再过几天就要成亲了，你竟然还不允许我跟我好姐妹们好好聚一聚，聊聊天。更何况人家雅涵专门为咱俩成亲设计了一款独一无二的婚纱呢，你怎么能这么小气啊？难道你不想看到我美美的出嫁吗？妹儿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从今往后我绝对不会再阻拦你去找许婕妤了。在我心目当中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妹儿永远都是最迷人的，即便身着朴素平凡的衣裳，依然能够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。咱们王爷也太怂了吧，竟然被柳姑娘拿捏得死死的。是啊，我仿佛已经看到了王爷日后在王府中的地位啊，柳姑娘绝对会骑在王爷的头上作威作福啊。哎，王爷真是不争气啊，要是换做我，才不会这么轻易就向一个女人低头呢。没错，这女人还真好哄，不过几句甜言蜜语就让她消气了。看来以后要多跟那些文人墨客学学，怎么说话才更讨女孩子欢心。看着柳如妹逐渐展开的笑颜，萧清然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下来了。妹儿，你笑起来真美，就像春天里盛开的花朵一般娇艳动人。哼，我可还没原谅你呢，少给我动手动脚的。好妹儿，别生气了，我知错了，我只是害怕妹儿会抛下我。我既然已经答应与你成亲，又怎会抛下你一人离去呢？你为何要说这样的傻话呢？正因为我深知你的真实身份，如同那许婕妤一般从天而降，所以我才如此害怕。我担忧终有一日，你也会像她那样突然间销声匿迹，渺无音讯。自从知晓柳如妹的身世之后，萧清然便整日忧心忡忡，心神不宁。莫要过于忧虑，未来之事无人能知，亦无从预料明日与意外究竟孰先孰后。我们所能做的，唯有珍视眼前时光，把握此刻。好。对了，你前些日子不是让我帮你找人吗？如今我已经找到了2个与你所寻之人同名同姓之人，其中一个便是你要找的许婕妤，而另外一人其情况竟与你们颇为相似，同样是于不久前凭空现身于世。不过此人乃是男性，非女性，现正任职于西北大营的军师之位。不，我要寻找的人分明是位女子，绝非男子。你们那里的人是否皆如此出众？何以有此问？就是西北大营的那位军师，听闻他是仅凭自己一人之力便击败了5万敌军，甚至迫使敌国归顺我国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他竟然扬言要横扫6国，统一天下。一统6国，这不正是当年秦始皇所成就之事吗？秦始皇究竟是何许人也？此人可不简单呐，他乃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开国皇帝，其丰功伟绩不胜枚举。他成功统一6国，实现焚书坑儒政策，并创立了分封制度，还下令修筑万里长城，可谓是为百姓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关于这些，我曾从皇兄那里有所耳闻，而且许婕妤似乎也提过所谓的分封制，难道他对此也有所了解？没错，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历史知识。那么依你看，你是否懂得如何开枪以及运用手榴弹呢？你怎会知晓枪支与手榴弹这类事物？是西北大营的那位军师，他手中握着枪械和手榴弹，正是靠着这2件利器才将敌军杀得丢盔弃甲，狼狈逃窜。如此巧合，云芳可是专门运营军火的。各种蛛丝马迹纷纷指向一个惊人的可能性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好姐妹廖云芳。难道说云芳乔装打扮成男子，混入了军营之中？莫非这位军师其实是女扮男装？看来我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啊！我跟你想法一致。
那可不，咱俩本就是天作之合，嫁偶天成啊。哎，少臭美了！如果那位军师真的是云芳，就太好了。我只盼望着成婚之时，我所有的好姐妹们都能够亲临现场见证。放心吧，我会请求皇兄将他召回京城的。这样会不会对边境局势产生什么影响呢？不必担心，军师威名，威震敌胆，敌军绝对不敢轻易来犯。可是皇上会同意吗？万一……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好了，你不用过于忧虑。谢谢你，如果不是因为遇到了你，我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。既然上天安排让我遇见了你，那么接下来的日子还请多多关照。请多关照。两人相视一笑。今晚可否别去养心殿了？不行，我还要去养心殿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雅涵呢。明日再去吧，好不好，媚儿？不好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我必须现在就去告诉雅涵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只能独自忍受这漫漫长夜的寂寞了。好吧，那我明日再去。媚儿真好。此时此刻，两人独处一室，彼此心中都充满了爱意。在这样的氛围下，自然而然的会发生一些亲密举动。柳如媚被萧清然热烈的亲吻弄得浑身发软，毫无反抗之力。然而就在关键时刻，她忽然喊了一声停。别，我想把最美好的一刻留到我们的新婚事业。那媚儿可要帮帮我，我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。好。柳如媚温柔地应道，然后心甘情愿地帮助萧清然平息了欲望之火。云芳，你为何总躲着我？你难道不知道吓人会吓死人吗？抱歉，如果不是你一直有意避开我，我怎会想出如此下策，在你的营帐内守株待兔呢？我可没有躲避你，只是最近确实事务繁忙而已。再忙碌，难道连用餐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吗？这不即将迎来比试了吗？我必须争分夺秒地对他们展开特训，自然也就跟大伙儿一块用餐了。胡言乱语，信口雌黄，且看你如何自圆其说。行，我承认，我就是故意躲着你。我现在非常后悔和你谈恋爱，可以了吧？廖云芳，你把感情当成什么了？想谈就谈，想后悔就后悔。我告诉你，既然我们已经开始了，那你就是我的女人，绝对没有反悔的余地。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将军就可以逼迫我吗？老娘今天把话撂在这了，这恋爱我不谈了。我不同意。廖云芳，你是我的。老大，老大，有你的信。滚出去！是，将军。然后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，唉，这个可怜的孩子怎么总是这么倒霉？老大，信我给你放桌上了，是一个叫柳如媚和一个叫徐雅涵的人写给你的。说完，他再次快步离开，生怕多待一秒都会惹祸上身。出了门，宁坤拍了拍胸口，自言自语道：唉，今天真是出师不利呀，希望将军不要怪罪我。什么？如媚和雅涵的信？廖云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太好了，如媚和雅涵都在京城。叶水寒，明日就提前进行比试吧，我要马上去京城找他们。他们？难道是和你一样，来自于2000多年后的世界？没错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？哼，就凭我是你男人，难道要让你前往京城，与那群人共谋出逃之计不成？哼，门儿都没有。呵呵，笑话！我若真想走，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？那好啊，你大可一试。
你他妈信不信老娘分分钟弄死你？哦，是吗？那你倒是说说看，打算怎么弄死我呢？易水寒，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不敢把你怎样？我知道你不会的。易水寒冷冷地回应道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。你赢了。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去京城。如妹要成亲了，作为好姐妹兼娘家人，我必须到场。你说你的好姐妹要在古代成亲？是啊，对方还是萧王爷呢，我得去给他撑场面。我同你一起回去。你去做什么？人家又没邀请你，你要以什么身份去出席婚礼？我作为你的未婚夫参加这场婚礼。可是刚刚我们明明说好分开了。抱歉，我并不同意这个决定，所以分手对于我来说并不成立。随你怎么想好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依然是我未过门的妻子喽？明日便是比试之日，待比试结束之后，我们便立刻动身入京。如此甚好。次日清晨，天色微亮，一阵嘹亮的号角声骤然响起，军营中的士兵们迅速行动起来。诸位参与比试的勇士们，请各自就位，做好充分的准备，赛事即将拉开帷幕。易水寒高声喊道，声音洪亮如钟，传遍整个操场。比试分为4个阶段，体能比试包括长跑、短跑、俯卧撑、仰卧起坐。2. 武器操作比试，射击比试。3. 战术技能比试，队形变换，考察士兵在实际战斗中的协作和应变能力。4. 团队竞赛，簇集比试，培养士兵的团队精神和竞争意识。所有人准备就绪，比赛开始。随着廖云芳清脆的口令声响起，他朝着上空果断地开了一枪。这一枪如同信号弹一般划破天际，助威。打他！打他！哎，左边，右边！呼喊声此起彼伏，响彻整个赛场。胖虎，你到底有没有吃饭啊？怎么连个娘们都打不过？灵一，削他！就在这时，只听砰的一声闷响，胖虎那胖嘟嘟的身躯轰然倒地。第一场比试，女子兵团胜。易水寒的面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。今天比试输掉的人，都给本将军去洗1个月的臭袜子。站在一旁的宁坤暗自庆幸，将军可真是喜欢用洗袜子的方式来惩罚士兵啊！好在我今天没有参加比试，算是逃过了一劫。从今日起，西北大营中将不再有军妓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女兵。话音刚落，全场一片哗然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重获自由了！经过漫长的奔波，他们终于抵达了繁华热闹的京城。此时两人方才稍稍放缓脚步，感受着这座都市的喧嚣与活力。突然间，只听得一阵喧闹声传来。让开！快让开呀！原来大街中央不知何处冲出来一匹受惊的骏马，正发疯似的四下狂奔乱撞。众人见状纷纷惊慌失措，四处躲避。就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刻，一个年幼的小女孩孤零零地站在路旁，眼睁睁地看着那匹疯马朝自己猛扑而来，吓得脸色惨白，双腿发软，完全无法动弹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易水寒目光如炬，身形一闪，如飞鸟般迅速腾空而起。眨眼之间，他便已稳稳落在小女孩身前，一把将其紧紧抱入怀中。紧接着，他双脚轻点地面，借势向后掠出数丈远，成功避开了那匹凶猛无比的烈马。小妹妹，你没事吧？谢谢大哥哥，我没事。说话间，小女孩的母亲也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，满脸焦急地询问：雅雅，
你有没有受伤啊？可吓死娘了！娘亲，丫丫没受伤。多谢这位壮士出手相救，救了我家闺女一命。您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！啊，不必客气，只是举手之劳罢了。不过此地人来人往的，车水马龙的，实在是太过危险了。以后切不可再让孩子独自一人在这样的大街上行走，以免发生意外。是，您说的对，都怪我只顾着做买卖，一时疏忽了孩子。今后我一定会多加注意的，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你们这些不长眼的下等之人，竟敢惊吓到本小姐的座驾，你们可知罪？什么？明明是你的风马在闹市里面横冲直撞，险些伤人，怎么反倒成了我们的过错？哼，不过是一群卑微的贱民而已，能被本小姐的宝马践踏，那可是他们的无上荣耀。哼，好大的口气呀！敢问阁下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听好了，本小姐乃堂堂尚书府的2千金。呵呵，原来竟是那老家伙的闺女啊！你敢说我爹是老家伙？本将军有何不敢？你是将军？正是，本将军在外行军打仗，抵御外敌入侵，为的就是保家卫国，护佑百姓安宁。你却在此处恃强凌弱，欺压良善。我，姐夫，梦儿知错了。姐夫，你在京城竟然有未婚妻？云芳，你误会了，我并没有未婚妻啊。易水寒一脸无辜地看着廖云芳，你这女人，休要信口胡诌，毁坏我的名誉。姐夫，梦儿怎么可能会胡言乱语呢？你与姐姐的这桩婚事可是由母亲跟将军的母亲一同商定的呀。而且现在姐姐已经住进了将军府，就等着将军凯旋而归后举行婚礼呢。人都已经住到你们家里去了，你居然还敢说自己没有未婚妻？你当我是个傻瓜，很好糊弄吗？不是，云芳，关于这件事情我真的一无所知啊，请千万不要听信他的一面之词啊。席梦儿站在一旁，静静地聆听着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，心中泛起阵阵涟漪。天哪，幸好当初定下婚约的是姐姐，这种男人还是留给姐姐去应对吧，反正我是绝对无法接受的。云芳，你先别走啊，听我把话说完呀，这事我真的是一点也不知情啊。易水寒焦急地喊道，试图阻止廖云芳离去。此刻的廖云芳心烦意乱，根本无暇顾及易水寒的辩解，只顾埋头狂奔。他只想尽快逃离这个令他心碎的地方。本宫看你们这群人简直是无聊透顶，城市里为了个男人争风吃醋，还不断找本宫的麻烦。明明是皇上翻了本宫的牌子，有能耐你们倒是去跟皇上较劲呀，只会拿本宫出气，算哪门子本事？整天无所事事，除了勾心斗角还是勾心斗角，成天围着一个男人团团转，难道就不能有点追求，为了自己好好活着吗？原来昨夜那可恶的皇帝再度翻了他的牌子，这使得他一下子成了后宫众人极度怨恨的对象。什么追求，什么自我？许婕妤，咱们既然身为皇上的女人，那就理应事事以皇上为重，岂能只顾着自己享乐快活？这位静嫔更是此番闹事的始作俑者。许婕妤，我等皆为天子之妇，入宫之际便已注定此般宿命，又怎能奢望活出真实的自己呢？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正当此时，廖云芳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徐雅涵惊愕地转过头去。云芳，真的是你？徐雅涵忍不住喊出声来，声音中充满了惊喜与兴奋。紧接着，他毫不犹豫地朝着廖云芳飞奔而去。想死你了都！柳如媚等人此时也是兴奋异常，他
她们3个好姐妹终于再度团聚了。然而这一幕却让在场的一众妃子们惊得目瞪口呆。许婕妤竟然当众抱住一个男子，而且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她难道不要命了吗？这简直就是给皇上戴绿帽子呀！许婕妤，柳如妹。萧兴泽和萧清然两人不仅语气相同，就连脸上的表情也如出一辙。皇上沉默不语，只是紧紧地盯着徐雅涵，眼中闪烁着愤怒的火焰。难道说徐雅涵之所以不愿入宫，正是因为她早已心有所属，所以才会如此反感宫廷生活？那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她心仪之人。看着那个男人平凡无奇的外表，皇上暗自思忖着，觉得对方实在不起眼。相比之下，自己无论是身份、地位还是外表，都远胜此人。你是何人？竟敢私闯宫廷禁地，快从实招来！陛下息怒，臣乃西北大营军师廖云芳，此次前来乃是奉元帅之命，有要事向陛下禀报。皇上，此人确实是西北大营的军师廖云芳，他忠心耿耿，智勇双全，为我军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堪称吴起国的大英雄啊！既然是这样的人物，那自然不能轻易处置，更何况……想到此处，他不禁暗自叹了口气。原来自己的爱妃竟然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军师心生爱慕之情，而作为一国之君的他，竟也无可奈何。太后，妾身斗胆，恳请您允许云芳参加妾身与王爷明日的婚礼。妾身与云芳雅涵自幼相识，情同手足，她可为妾身的娘家人。妾身渴望在人生如此重要的时刻，能够获得娘家人真挚的祝福。此事休要烦扰本宫，你自行询问然儿便是。既是媚儿的娘家人，自然应当出席。军师远道而来，着实不易，今夜便留宿于王府吧。多谢王爷。然儿啊，你可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。母后，请您放心，儿臣已经考虑得非常清楚了。此生此世，儿臣只想与柳如梅共度一生，王府之中绝不会再拿妾室，儿臣愿与她携手相伴，白头偕老。罢了罢了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这桩婚事便由你自行做主吧。哀家也不愿再多费心思了。儿臣谢过母后。皇上不禁心生感慨，唉，果真是皇家之人呐！为了顾全大局，连弟弟都能这般忍辱负重，那朕作为皇上，更应以大局为重吧。想到此处，皇上转头看向一旁的军师廖云芳。军师可是参加完婚礼就要赶回西北大营？啊，别呀，云芳，咱们好不容易才见一面，怎可如此匆忙离去？定要一同欢聚些时日才好。徐雅涵，你将朕视为何物？啊，妾身究竟做错何事，惹得皇上如此动怒？这位许婕妤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，竟然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皇家的威严与权威，如今都不需要我动手，想必皇上和皇太后也绝对不会轻饶过他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能够直接将这可恶的许婕妤处死才好呢。如此一来，我便能少去一个心腹大患。想到这里，静嫔不禁露出一丝阴险狠毒的笑容来。果然最毒妇人心呐！皇上，许婕妤定然不会有意惹怒陛下，请陛下息怒，保重龙体呀。难道还要朕亲自告诉你该如何行事不成吗？你们这群人，整日里只晓得招惹朕发怒，全都给朕退回各自宫中去，无事便不要随意出门闲逛。这实在是太不公平，太让人心酸了。众妃嫔们满心委屈，几乎要哭出声来。遵命，陛下，妾身告退。哎呦！太后突然发出一声惊叫，身体摇晃着，险些跌倒在地，
母后，您还好吗？速去传唤太医。遵命，皇上。一名太监匆忙领命而去，脚步匆匆直奔太医院。皇上，王爷，请允许臣妾为太后诊治一番吧。皇兄，如梅精通医道，丝毫不比太医院那些御医差，不妨让她先行查看。哎，也罢。柳如媚则在一旁全神贯注地替太后切脉。太后，您是否经常遭受头痛之苦呢？尤其当受到寒冷、风吹、过度劳累、熬夜等因素影响时，便会引发头痛症状。有时疼痛仅局限于一侧头部，而有时则会双侧同时发作，并伴有头晕、恶心、呕吐、胃风以及失眠等现象。此外，日常生活中饮酒、饮茶或食用甜食后，是否也容易引起头痛呢？正是如此，你说的一点没错呀。母后，头痛为何没告诉儿臣，又为何没让太医医治呢？皇儿啊，你国事繁忙，日理万机，母后不想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去打扰你。况且太医院的太医们也都来过了，还给母后开了药，但这药吃下去后，母后整日昏昏欲睡，一睡就是一整天，每天只能卧病在床，感觉自己仿佛离死亡不远了。母后实在不喜欢这种感觉，便将药停下了。母后莫要胡言乱语，您定会福寿安康，长命百岁的。媚儿，母后这头疼可有的治？能治，放心吧，我给太后做针灸治疗，辅以推拿按摩，并配合适当的药物调理，过几天应当就能康复了。几天就能好？这么快吗？你是从何处冒出来的？竟敢在太后和皇上面前信口胡诌，夸下这般海口！你可知道，如果治不好太后的病症，将会面临怎样的责罚？这位是凌太医，他在太医院已经行医40载，医术精湛，经验丰富。然而面对太后难缠的头痛症，他也束手无策。啊，原来是凌太医来了。晚辈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但晚辈对自己的医术还是有一定把握的。太后的病情虽较为复杂，但并非无法医治，只要方法得当，配合精心的调养，定能使太后恢复健康。哼，年轻人不要狂妄自大。太后的头疼症已经困扰多年，岂是你说能治好就能治好的？我在太医院多年，还从未听闻过有如此神速的疗法。林太医所言甚是，不过医学之道无止境，或许晚辈的方法真能为太后带来转机呢。而且太后如今身体虚弱，需要尝试不同的治疗方式，若一直沿用旧法，恐怕难以取得显著成效。凌太医，你不能治，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也无法医治。咱们如媚可是被誉为能从阎王手中抢人的神医，只要他说几天能治好，那就绝对没有问题。两位不必争执，既然媚儿有信心治愈母后的头疼，不妨一试。但若出现任何差池，朕也绝不姑息。好吧，那就试试看吧。希望你真能如所说的那般，让哀家早日摆脱病痛之苦。太后放心，如媚定然会让太后摆脱病痛的。哼，老夫倒是要看看你究竟要如何去医治。太后和皇上均已点头应允，让此女子来尝试一番。凌太医即便心中有所不满，但也不好再多说什么。这女子竟然如此博学多才，说不定真有过人之处啊！且让我再观察一番。太后，请您稍安勿躁，淑媚先为您施行针灸之术，稍后再为您进行推拿按摩。如此甚好。柳如媚假装从衣袖中取出一个针灸包，
其实却是从他所拥有的神秘空间里取出来的。想不到他准备得如此周全啊！众人皆在一旁静静观看，不敢发出一丝声响，生怕打扰到柳如妹。好了，再等1刻钟，取针，然后做推拿。妹儿辛苦了，来喝口水。云芳，明日便是乳妹大婚之日，届时咱们可得盛装出席才行。好啊。1刻钟之后，太后，乳妹来替您取针了。太后微微颔首，表示回应。这个穴位竟然还能这样按压，姑娘真是好手法呀！您若是想学，我可以教你。姑娘大公无私，老夫自愧不如。刚才是老夫不信任姑娘，还望姑娘原谅。无妨，我并未放在心上。唉，我可怜的儿啊！太后，您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太后深吸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一丝惊喜之色。整个人都觉得神清气爽，头部也不再像之前那样疼痛难忍了呢。这个药应1日3餐，饭后服用。再过几日，等如妹再来给您做一次针灸，您这头痛的毛病应该就能彻底根除了。好，好，好。明日就是你和然儿大婚的日子了，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。是，太后。好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所有事情母后都已经安排妥当，你们只需安心歇息，明日好好装扮一番，做个幸福美满的新郎官和新娘子即可。是，多谢母后。多谢太后。正当他们转身欲离去之际，廖云芳突然注意到徐雅涵并未挪动脚步，不禁心生疑惑。雅涵，你怎么不走？不和我们一同离开吗？我住在皇宫。住在皇宫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如今已经成为了皇上的女人，被册封为了许婕妤。啊！你当上了妃子？怎么可能？廖云芳深知徐雅涵的性格，以她对徐雅涵的了解，徐雅涵绝对不会心甘情愿地进入宫廷。难道是因为皇上的英俊容貌？怎么不可能？军师，许婕妤现在已经是朕的嫔妃了，有些事朕希望军师能够深思熟虑一番。皇上是否对微臣有所误会？深思熟虑，需要思考些什么呢？皇上这话似乎颇有深意，微臣实在难以理解。好了，军师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先随本王一同返回王府吧。皇兄啊，你就在那里慢慢生闷气吧。王爷，属下认为让军师暂住将军府较为妥当，毕竟在王府居住有诸多不便之处。本军师才不屑于住进你那所谓的将军府呢，你的将军府还是留给你那个倩儿未婚妻住吧。云芳，请稍安勿躁，听我给你细细解释可好？哼，我不想听任何解释，等你处理好自身问题后再与我交谈吧。徐雅涵的眼睛在易水寒和廖云芳的身上转了转，这两位怎么看起来有些不对劲呢？难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此时此刻，皇上也在暗自揣测，军师和大将军这到底是在搞什么名堂？怎么感觉他们之间的气氛有些微妙呢？好，走吧。柳如妹自然也听出了两人之间的异常，但听到廖云芳说那位大将军竟然还有未婚妻时，顿时怒火中烧。真是岂有此理！明明有未婚妻，居然还敢来招惹我的好姐妹，这种男人简直就是个渣男。易水寒神色匆匆地向皇上和太后抱拳施礼道：皇上、太后，微臣家中突有急事需要处理，恳请皇上和太后准微臣先行告退。去吧。易水寒终于回到了将军府门前，门口的小厮们
远远望见他的身影，不禁惊喜万分。快去禀告夫人，易将军回来了。易将军常年在外征战，很少有机会回家，如今他归来，整个将军府都弥漫着喜悦的气氛。小厮这一大声嚷嚷，将军府所有的人都知道将军回来了。我儿回来了。韩氏喜出望外，快步走了出来，看到日思夜想的儿子，韩氏喜极而泣。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母亲，儿子回来了。好好好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水寒，娘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倩儿姑娘。倩儿见过将军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如此冷淡？倩儿可是娘千挑万选出来的好媳妇儿，你一定要好好待她。既然你已归家，娘会选个黄道吉日，让你们尽早成婚。娘，儿子已经有意中人了，不能娶倩儿姑娘。这为何没听你说过有意中人呢？是哪家的姑娘？是军中的人。荒唐，不行，娘不同意。娘，您甚至都没有见过他一面，为什么就如此坚决的不同意呢？云芳真的是个非常出色的人，他既有勇气，又有谋略，智勇双全，在军队中每个人都对他敬仰有加。每个人都敬仰他？是啊，娘，云芳可是西北大营的军师啊，他智勇双全，足智多谋，您见到后一定会非常喜欢他的。军师？难道不是军妓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娘，军中的军妓我可是一个都未曾碰过呀，更别提什么军妓了。儿子洁身自好，就连其他女人我也未曾碰过。儿子，咱们能不能换个人喜欢呢？韩氏一脸的心塞和无奈，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宝贝儿子居然会喜欢上一个男人，这让他实在无法接受。不行，娘，我就只喜欢云芳，除了她之外，我谁都不要。倩儿，你看这……既然将军大人有了心上人，那倩儿便成全将军。倩儿和将军这门亲事就此作罢。倩儿姑娘通情达理，是本将军没有这个福气。不过如果倩儿姑娘不嫌弃，日后可以做将军府的义女。多谢将军厚爱，倩儿愿意。就这样，一场原本美满的姻缘因命运的捉弄而改变了方向。倩儿，委屈你了，义母会给你办一场认亲仪式的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我们将军府的义女。多谢义母，多谢义兄。改日义兄给你介绍个好郎君。星辰的光点，我在这繁华的街头徘徊，直到你的出现，一切变得不同凡响。繁华中遇见你的眉眼，如清风明月般温柔纤纤，在这喧嚣世界的笑容是这才是新娘子应该有的模样。如此盛大的婚礼场面，真是令人惊叹。不像我，哼，一顶轿子就将我接入了皇宫之中。柔妹确实嫁得不错呢。云芳，你快看，易水寒那家伙又在盯着你看了。他的眼神好像饿狼看到小绵羊似的，感觉下一秒就要扑上来把你吃掉了。雅涵，你是否想过，终有一日我们能够重返现代世界呢？云芳，人生苦短呢，
你永远无法预测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来。与其整天忧心忡忡、过度思考，倒不如尽情享受生活呢。开心也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，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呢？何必想太多呢？还是你想得通透。我想得通透有什么用？如今身为皇上的妃子，他后宫里的女子成千上万，没有一个是简单角色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在这宫中的艰难处境，每天都得跟那帮女人斗个不停。但依我所见，皇上待你似乎与对待其他妃子有所不同。或许只是因为我刚刚入宫，让他感到新奇罢了。等这股新鲜感过去后，等待我的恐怕是在这深宫中孤独终老的命运。正因为如此，徐雅涵才一心想着出宫。她实在无法忍受与众多女子共享一个男子，这种感觉令她十分不适。你可曾想过成为皇后？如此一来，还有谁敢找你麻烦？你是说让我去争夺皇后之位？其实徐雅涵确有此意，只不过时机尚未成熟。她如今不过是怡红院的一个小小股东，靠山不够强硬，要想登上皇后宝座，谈何容易？正是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不是好士兵。没错，待我登上后位，我定要让皇帝改一夫一妻制的律法，让女子皆能拥有地位。话虽如此，但是要实现却并非易事啊。人若无目标，人生岂不乏味？你说得对。且说说你和那位将军的事吧，你们俩是否有私情？唉，不瞒你说，我们正在热恋中。可是他家为他找了一位未婚妻，我如今正为这件事心烦呢。易水寒可曾应允？还没有，他对这件事毫不知情。有何可烦忧的？此亲事乃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定的，只要他将这门亲事退了便是，如此简单之事，有何苦恼的？可是对那女子而言，未免太过残忍了。毕竟现在是在古代，一个古代女子被退婚，日后怕是举步维艰啊。云芳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徐雅涵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唉，我只是觉得大家同为女性，又何必相互为难呢？那你打算就这样坐视不管吗？先看看易水寒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再说吧。坐在主位上的皇上似笑非笑地调侃易水寒道：易将军啊，易将军，朕见你如此含情脉脉地盯着人家姑娘看，莫不是已经看上人家了吧？啊？既然如此，那需不需要朕来给你一道旨意，直接将这门亲事给定下来呢？回禀陛下，微臣确实对云芳姑娘心生爱意已久，如果能够承蒙圣上恩赐婚事，微臣必将感恩戴德，铭记于心。哦，你说的云芳姑娘，可是廖云芳？请陛下开恩，云芳她虽然是女扮男装混入军中，但绝非故意冒犯天颜，恳请陛下念及她在战场上屡次建立奇功的份上，饶过她这次欺君之罪吧。易将军放心，朕不会怪罪军师的，朕还会为你们赐婚。如此一来，众人皆大欢喜。好啊，没想到他竟然瞒着我，而且还是因为这么一件小事。哼，我不过就是不小心用茶盏砸了一下他的脑袋而已嘛，至于如此记仇吗？这场盛大的婚礼依然按照既定的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终于来到了尾声。礼成之后，王爷与王妃身着华丽喜服，手牵手缓缓步入了装饰精美的洞房之中。今日你我成婚，此后定当相互扶持，白首不相离。妾愿与王爷相伴一生，不离不弃。萧清然微微一笑，不离不弃。萧清然微微一笑，两人对视一眼，眼中满是温柔和爱意。王妃，今夜良辰美景，
莫辜负了这美好的时光。柳如妹含情脉脉地看着王爷，点了点头。王爷和王妃静静地坐在一起，享受着这静谧的时光。他们没有说话，只是用眼神交流，用心灵感受对方的存在。此时此刻，一切言语都显得多余，只有那份真挚的情感在空气中流淌。爱妃啊，今晚的你简直美得如同仙女下凡一般。王爷，您真是太会说话了，妾身不过是一介凡人罢了，哪里有您说的那么美丽动人呢？愿我们之间的爱情能够像这洞房之中的烛光一样，无论经历多少风雨，都能经久不息，永不熄灭。妾身也希望能够与王爷携手相伴，一生一世，直到白发苍苍之时，依然不离不弃。在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夜晚，王爷和王妃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，互相诉说着内心深处最深处的情感。他们共同度过了这个美好而难忘的花好月圆。婚礼结束后，廖云芳和徐雅涵携手走出大殿，易水寒和皇上对视一眼，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。两人并肩而行，默默无语，但彼此心中都明白对方的想法。突然，易水寒打破沉默：“皇上不回宫吗？”“哎，你追你的军师，朕追朕的爱妃。”“那就一起吧。”此刻，他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君臣，而是一同追寻爱情的难兄难弟。他们迈着轻快的步伐，追逐着自己心中所爱之人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们四个。小寒，皇上和易水寒都跟着咱们呢。哼，他们愿意当那根屁虫，就让他们跟着好了。这大路如此宽敞，难道我们还能拦着不让他们走吗？哼，这种男人有什么好稀罕的？谁想要谁拿去就是了。反正老娘是已经受够了。黄宫这鬼地方，谁想回去谁就回去吧。反正我是绝对不会再踏足半步。好吧，只是我们接下来要往哪里去呢？走，去怡红院。哎呀，许东家来了。邓禄普远远的就看到了徐雅涵，连忙迎上去打招呼，但他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廖云芳看个不停。徐雅涵身边怎么总是有那么多美女呢？这位美人应该还没有婚配。邓公子好。姑娘，在下邓禄普，乃本城太守之子，不知姑娘如何称呼呀？廖云芳。哎呀呀，廖姑娘可真是貌若天仙，闭月羞花呀。邓公子过奖了，您也是风度翩翩，气宇轩昂。哎，云芳姑娘，可会玩麻将？打麻将，我会。廖云芳心中暗喜，好久都没打麻将了，手都有些痒了。没想到这个朝代居然有麻将。哎，那咱们一会儿打会儿麻将如何？好啊，小涵，要不要一起来？当然要。可是现在还差一个人呢。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啊。一直沉默不语的萧清泽在身后突然开口，表示愿意加入。哎，黄公子也来了，哈哈，这样就正好了。邓禄普连忙笑着打招呼，心中暗自庆幸，终于凑齐了人数。难道古代的皇帝也如此时髦，连打麻将这种娱乐活动都会？小涵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怡红院的装修风格似乎格外现代化？这可都是我亲自操刀整改的。告诉你个小秘密，我还是这里的股东呢，厉不厉害？哇塞，你真了不起，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想着赚钱，佩服佩服。那是当然了。进去之后，由于易水寒不会打麻将，只好站在皇上后面，他们四人则围坐在麻将桌前。9条。我吃。萧清泽微微皱了皱眉，似乎对他的表现有些不满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他继续打牌，每一个动作都显得冷静而果断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
糊了。哎呀，厉害呀，皇兄，这把你赢了。过奖过奖。唉，当个好皇帝真是太难了。不仅要处理国家大事，还要关心百姓的疾苦。他深知自己肩负着重大的责任，不能让子民们受苦受累。4万。廖云芳微笑着打出一张牌，碰，7条。杠上开花。萧清泽得意洋洋地喊道，又一次成功截胡。各位，付钱吧。云芳输的由我来付，1000两够吗？够了，他只输了800两而已。这里还有200两，找你的。小韩，皇上看起来怎么有点财迷样啊？可不是嘛，我就没见过这么财迷的皇上。我跟你说，他还是咱们这儿的股东呢。那感情好啊，如此一来，你这厂子便无人敢来寻衅滋事了。他呀，也就只有这点用处了。9条。碰。萧清泽毫不犹豫地喊道，再次成功截胡。1万。2万。2万。7条。当轮到萧清泽出牌时，徐雅涵突然轻轻脱下那双精致的绣花鞋，露出宛如白玉般娇嫩的脚丫子。她的动作轻盈而挑逗，如灵蛇一般在萧清泽的大腿上轻轻撩拨着。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萧清泽心中一震，手指不由自主的一抖，竟然将一张牌不慎推了出去。我胡了，给钱给钱。然而徐雅涵并没有就此罢休，她故技重施，更加卖力地用小脚丫挑逗着萧清泽。自摸。哎呀，皇兄，你这牌运也太旺了，简直是把把都能赢啊！哈哈，承让承让。这一把云芳姑娘输掉的银子也算在我账上吧。不必了，云芳乃是我之人，她输掉之钱财自当由我而出。云芳，你这挑男人的眼光真不错呀，居然找到了一个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。哼，不像某些人，不仅不懂得为我花钱，还总是想从我这里挖走我的钱。许婕妤真是谬赞了，我觉得女人就是应该被宠爱的。云芳既然是我认定的人，我自然不会让她自己掏钱。以后等她进了我家的门，我家所有的财政大权都会交给她来掌管。我可没说要嫁给你哦，你还是先把你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吧。云芳，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我已经处理妥当了。母亲今天就会去退掉那门亲事，然后把席倩儿认作义女，这样既能避免别人说闲话，又能解决问题。哦，廖云芳微微一笑，心中暗自欣喜。东风。碰。7条。杠。3条。碰。 5万。杠。徐雅涵深吸一口气，决定使出自己的绝招。只见他偷偷将那只娇嫩欲滴、柔弱无骨的小脚丫从桌底伸过去，一点一点地向萧清泽的大腿靠近。萧清泽突然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哼，看你还怎么专心打牌。随后他打出了一张徐雅涵所需要的牌东风。胡了，快给钱，给钱呀！啊！徐雅涵不合时宜地发出了一声惊叫。怎么了，雅涵？没事。哦，这两位还真是会玩啊！他们就不能回到皇宫里面关上门再尽情玩乐吗？完全没有顾及到我这个旁观者的感受吗？继续。萧清泽轻声说道，语气中透露出一丝宠溺。随着又一轮的摸牌打牌，胡了！这狗皇帝难不成有恋足癖不成？不然如何钟情于玩弄我的脚丫子呢？唉，易水寒，你来替我玩吧。好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，易水寒对于麻将的规则和打法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。易水寒不愧是久经沙场、足智多谋的大将军，
仅仅半场麻将时间过去，他便已胸有成竹，胜券在握。胡了！哇塞，易水寒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云芳，快去收钱。好嘞。大将军，我怎么觉得您这打麻将跟打仗似的呢？没错，这打麻将和行军打仗有异曲同工之处啊。两者都需要精心谋划，摸清对方的套路，制定出相应的策略，这样才能够提高获胜的几率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受教了。你是大将军？你竟然不知道他是大将军？不认识啊。本将军常年在外征战，你不认识也是情有可原之事。咱们今日不过是聚在一起，简简单单打个麻将，娱乐一番，无需在意身份地位之别。好好好。这场麻将打得昏天黑地，日月无光，时间仿佛被拉长了2倍有余，足足过去了2个时辰才宣告结束。天色已经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休息了。微臣恭送皇上。此时一旁的邓禄普却惊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皇上！完了，这下可真的完了。嘘，小声点儿。朕此次乃是微服出访，切不可声张啊。是皇上，草民明白，草民一定不会将此事泄露半句。走吧。萧清泽的语气不容置喙，这话显然是对徐雅涵说的。不走，我今日就住在怡红院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住在怡红院，绝不再回去了。你做梦！萧清泽怒不可遏，当着众人的面一把将徐雅涵扛在肩上。放我下来！你放我下来！许婕妤的胆子也太大了吧，竟敢如此忤逆皇上。云芳，救我！救救我呀！哎，云芳，别去，皇上不会为难许婕妤的。狗皇帝，你放我下来！狗皇帝，你竟然打本小姐的屁股！我跟你没完没了！